这两天呢，收到了测试家的两台小主机，一台呢是 X87 SE， 另外一台呢是 R69S Pro， 一台呢是 N5000 的升级款，另外一台呢是 N4500 的升级产品4505。那么今天来看一下这两台小主机在性能上面到底提升了多少，在 OpenWRT 下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咱们话不多说，马上操练起来。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我是带着大家玩软路由的金水。好，我们首先看包装，测试家的包装呢，一如既往的比较简单，在侧面呢加了一张备注于型号的贴纸。打开包装之后呢，首先看到的就是满满的经典的工业风的这个塑胶袋，还有机器的本体。后面呢是一个12伏 2.5 安的 DC 的电源，那后面呢是一条 SATA 的硬盘转接线。这一包呢是脚垫跟螺丝一起的。一张合格证，一个保修卡，最底下呢是一个带风扇位置的底板。说完了包装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台小主机的外观。首先呢是 R69S Pro， 正面呢一个 COM 口，一个电源键，两个 USB 3.0 的接口，一个 Type-C 的接口，一个 HDMI 的接口和 DP 的接口，一个 SIM 卡的插槽，还有一个 Reset 的按键。背面呢两个 USB 2.0 的接口，一个 DC 电源接口，两个天线的预留孔，网卡呢依旧是 IR5V B3 的网卡。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上一代的 R69S， 那 Pro 的版本呢是多了一个 Type-C 的接口，而 Mini DP 的接口呢改成了正常大小的 DP 接口。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N5000， 正面的一个电源键，一个 HDMI 的接口，两个 USB 3.0 接口，一个 VGA 的接口。背面呢一个 DC 的电源接口，两个天线的预留孔。那我收到的呢是 IR5V 的网卡，那正式版发售的时候呢应该是 I26V 的网卡。那么在内部方面呢 ，N5000 最高支持 16G DDR4 2400的内存，而 69S Pro 呢，则是支持最大 64G DDR4 2933的内存。那我们来看接口方面 ，N5000 呢是一个 Mini PCIe， 一个 M-SATA 的接口，而 69S Pro 是一个 M-SATA 的接口加一个280的 M.2 的接口。N4505 跟4500一样，都是21年 Q1 季度发布的10纳米工艺，主打移动产品的系列。2核2线程 ，TDP 功耗10瓦，核心基础频率 2.0 赫兹，最高 2.9 赫兹，最高支持2933兆赫的双通道 DDR4 内存，那最大支持 16G。那厂家宣称呢，他们可以支持最大 64G。核心显卡支持 4K 60赫兹的输出 ，PCIe 通道呢最大支持8条的近3标准，支持 AES 新指令集，支持英特尔的虚拟化 VT-X 和 VT-D。而 N5000 呢，则是17年 Q1 季度发售的14纳米制程，主打移动的系列，4核4线程 ，TDP 功耗只有6瓦 ，SDP 功耗呢甚至能低到 4.8 瓦，核心频率呢是在 1.1G 赫兹，最高 2.7G 赫兹，最高支持 DDR4 2400的双通道8G 内存，显卡支持 4K 60P 输出 ，PCIe 通道最大支持6条 2.0 的标准，支持 AES 新指令集，支持英特尔的虚拟化 VT-X 跟 VT-D。那么由于这两台小主机的用户呢，大概率它不会安装 Windows， 那我们直接在 OpenWRT 开始测试。测试室温20度，那两台机器呢都只装了一根 8G 的内存 ，N4505 长期待机功耗在 9.5 瓦左右，那温度保持在36度 ，N5000 的功耗呢能保持在 4.7 瓦左右，那温度呢能保持在36度左右。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OpenWRT 常用的加密算法的成绩表现。首先呢是 R69S Pro。AES 376,497分，天梯排行榜第8名。X20 194140分，天梯排行榜第10名。ChromeMark 40247分，整体的功耗表现呢可以保证在 19.6 瓦，那天梯排行榜第24名。总分排名呢在13名左右，可以看到比上一代 N4500 肉眼可见的提升了不少。AES 跟 X20 甚至是可以比肩 N5105， 那几乎是不相上下的。然后呢是 X87 SE，AES 226,399分，天梯排行榜第23名。X20 149,864分，天梯排行榜第20名。ChromeMark 60,710分，那整体的功耗能保证在 14.9 瓦，天梯排行榜在第14名。在我们的总分排行榜能排第21名。那这台 X87 SE 的测试分数呢，跟我们之前测试的 N5000 的分数相比，那前两项的测试内容呢，几乎是不相上下的。但是 CPU 的绝对性能竟然比之前高了一大截。
由于这次 N5000优化了 BIOS， 那我们可以设置为节能模式。那在这个节能模式下，它的系统功耗会更低，温度控制的会更好。那同时，性能也会有一定的折损。那我们下面是一些开启节能模式之后的跑分，那大家简单看一下，我在这儿呢就不给大家念了。好，之后呢，我们来跑一下网络测速。R69S Pro， 我们的测试条件：广东电信1000兆，下载 1227.2， 上传 122.1，Speed Test 本地测速下载1113，上传115，油管测速下载1069，上传122。X87 SE 同样的测试条件，下载1240.5，上传124.2，Speed Test 本地测速下载1157，上传117，油管测速下载995，上传117。可以看到这两台小主机基本上是可以满足1000兆带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们本地数据传输的测试。我们在软路由上打开 iPop3 的服务端，在我们的电脑上运行客户端。测试电脑使用的是 macOS 11.6.1， 网卡呢是 TP-Link 的 2.5G 网卡。首先呢，我们来测试的 R69S Pro， 它使用跟上一代一样的 i25V-B3 的网卡。测试机发送数据软路由接收 2.36G， 使用-R 参数，软路由发送数据测试机接收 2.01G。接下来使用-P10 的多线程数据传输，测试机发送数据 2.39G， 使用-R 参数，软路由发送数据 1.9G， 并没有达到 2.5G 网卡应有的速度。那不知道是不是我这台工程样机的个案。那虽然 CPU 的绝对性能提高了，但是还是跟上代一样有同样的问题。下载的速度呢，并没有跑满 2.5G 的带宽。那在这儿呢，还是非常遗憾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N5000的网口传输速度。测试机发送数据软路由接收 2.36G， 使用-R 参数，软路由发送数据测试机接收 2.35G， 使用-P10 的多线程传输，测试机发送数据 2.39G， 使用-R 参数，软路由发送数据 2.35G。 那这台呢，就是完美的符合 2.5G 网卡的应有表现。那传输速度呢，也是非常的稳定。好，总结，相信看完这期视频，屏幕面前的你对这两台小手机呢，都会有一定的了解。之前呢，介绍过一些功率比较高、温度比较高的机器，那么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两台相对比较凉爽的机器。那么这几天呢，深圳的空气呢相对比较冷，在这个冷空气的加持下，这两台小主机的 CPU 表现呢都非常之好，甚至呢外壳在摸的时候呢，比人的体温还要更低一些。好，我们现在首先来说一下 R69S Pro， 那跟上一代相比呢，还是提升了不少了。除去 CPU 的绝对性能之外呢，甚至可以跟5105平起平坐。那在这儿呢，我是非常满意的。然后呢是 X87 SE， 虽然呢整体的评分跟我之前测试的 N5105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在 CPU 性能这块呢确实提升了一大截。那由于 BIOS 的进一步的优化，在低功耗的模式下，甚至可以做到进入 Windows 几乎没有待机增温。那这点确实让人非常匪夷所思。而且呢，这也是5000系列唯一一个可以很方便的就实现显卡直通的。最后呢，再来说一下它们的缺点。R69S Pro 跟上一代一样，网口传输的下载并没有能够跑满 2.5G 的带宽，这还是非常遗憾的。X87 SE 由于主板的集成度比较高，那这个 BIOS 的电池呢放在了比较刁钻的位置，那我相信呢这个是一个个案，在安装和拆卸内存的时候呢，其实是相对比较麻烦的。那么如果有小伙伴拿到的时候呢，跟我的情况是一样，建议大家把它用手掰下来，然后挪到别的位置上，基本上其他的就是没有问题的了。如果是让我选择的话呢，我更喜欢 R69S Pro。因为它不仅支持更大的内存，而且呢支持 M.2 的固态，而且呢它的接口方面呢会更丰富一点。那不知道屏幕面前的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好了，到这里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可以在你选择软路由的时候呢给你一些的帮助。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或者是有帮到你，那么麻烦大家给个3连。YouTube 小伙伴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真技能，我是金水，咱们再见。